毒针？我精明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老了，我引狼入室啊！他先是坑害姬敬堂一家，然后又毒哑了师太，现在竟然算计到我和天磊头上。奶奶，如果我们齐父也让虎狼称霸，蛇蝎作祟，那我们家的家命就是真的走到尽头了。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奶奶，可这眼下还来得及啊。什么来得及？我想将计就计，让柯世昭再做一次恶。再做一次恶？我们一定要让他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。先说这毒药，他从来只送汤药不留药渣，一定会一口否认。再说毒针，我们没有亲眼抓到他布置，王胡子也会一口否认，还会说燕生是看花了眼。所以我们一定得抓到柯世昭人赃并获，才能戳穿他。燕生，你找我有事？哟，刘师傅，您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刘师傅，在下还有急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燕生，奶奶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装哑巴。快和老太君说出你的难言之隐。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那年夏天夜里下了雨，我从院子里经过。好孩子，快站起来说话。叶生妹妹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把此事告诉老太君，反倒自己装哑呢？第2天，我本来要向老太君禀告此事，谁料方小巧见我神色慌张，便让我留在暖阁。没一会儿，柯世昭就来了。他几番试探我，我都咬紧牙关，不肯说漏了嘴。柯世昭心生怀疑，威胁暗示，说自己在齐家已经是一手遮天，大哥哥和二哥哥也已经命丧黄泉，三哥哥也危在旦夕。我和我娘若是想在齐府活下去，就得听他的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，竟然用这种事情威胁你。后来，柯世昭虽然不知道我当晚所见，却也明里暗里威胁我，说我娘身体不好，要我好好看护她，别管齐府里的事情，
我怕我若说出实情，他又会对我娘下毒手，所以……我记得二哥死后没几日，你高烧不退，醒来变成了哑巴。所以燕生，也是为了打消柯世昭对你的顾虑，保护自己和你的母亲，才故意装病的。我真是老糊涂了呀！我竟然听信了一个狡诈之人，让他害死了我的2个孙子，还让我的孙女遭受到如此的劫难。对不起，孩子，对不起，天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戚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奶奶，您不必感到自责。你如今既已经看清楚那人的丑恶嘴脸，那就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奶奶，我们还在您身边呢。好，有你们在我身边，我能撑得下去。依我之见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逼他狗急跳墙。弟妹，你们俩终于死了。来人！来人！少爷，去把王胡子叫来。是。少爷，您叫我？怎么已经过了这么久，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是毒针，我确实放进去了。会不会有可能他们还没回房间呢？是不是你办事不力，出了什么纰漏？少爷，你放心，我王胡子办事绝无任何纰漏。说，你在放毒针的时候，有没有被旁人看到？绝无第三个人看到。这个事儿就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无第三个人看到。绝无。过来。你还不去三少爷房间盯着？就看看到底有没有长事。是。那边捞一下，捞仔细一点。好。哎，你去那边捞，那边捞。哎，对，那边有没有啊？右边，对，就那儿。我这儿没有。你看，我就说这王胡子会来吧。
你说咱俩现在要出去，我得把他吓死。他肯定以为我们俩是诈尸呢。那边看一下有没有啊？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捞一下。哎，你去那边捞一下，仔细点啊！那边捞仔细一点，你俩有没有啊？哎，在这儿，我找到了！快！走！哎，捞到了！三少爷，捞到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王胡子，你在水中作甚呢？摸鱼。他呀，真是愚蠢至极。这王胡子可是又蠢又狠，要不是燕生提醒，你我二人还差点就一命归西了。玉壶天雷，这招守株待兔终于奏效了。可能连王胡子自己也不知道，他现身的那一刻才是他暴露的那一刻。前段时间冰燕姐姐来府中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要警惕柯世昭，这不他就露馅了。冰燕姐姐可真是我们的福星。冰燕来过这儿。天雷，她为什么会来祈福？师傅，这可又是天大的一件巧事了。这柯世昭派人偷偷去扬州，请杜老爷来咱们祈福，利用杜老爷来戳穿玉壶的身份。可谁曾想，这个时候杜冰燕偏偏从边城回到了扬州便女扮男装，跟着杜老爷一同来到咱们祈福。一个真的杜冰燕叫这个假的杜冰燕，杜冰燕妹妹。你别说柯世昭被弄得晕头转向，就连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呢。你别说，冰燕还真是及时雨，助力你们二人。天雷，冰燕是何时到的林州啊？5月初4，又是几时去的扬州？住了2个晚上，5月初6。哎呀，坏了，他们帮了你的忙，却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这袁不屈本来是受杜冰燕之意办事的，办完事情之后，便急匆匆地赶回了扬州，去接杜冰燕回去。算起来，恰巧是5月初4的前后，看来他要扑空了。扑空倒不至于，袁不屈将军应该会等冰燕姐姐回去的吧？就怕他不会在扬州多待，选驸马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。万一皇上召他回京呢？那他也会留口信给冰燕姐姐吧？这边巧了，就怕那边没那么凑巧啊。小胖，这边看看去。军爷，请问袁大将军住在这儿吗？不知道。那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好吧，多谢。多谢军爷。小姐，咱们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啊！这么大的地方，这简直就是海底捞针啊！哎，小胖，你可知这市井之地哪里的人最多？哦，天桥，那儿有杂耍的，还有说书的，热闹得很。京城来的人都爱去那儿凑热闹。没错，你呀，去帮我寻一个最会说书的说书先生来。说书先生？哦，
那我去了。去吧。多谢大家捧场，多谢大家捧场。各位看官，今日啊，咱们继续说京城独一份传奇故事第6回：定北侯大战边城，黑豆记再破敌军。好，多谢多谢。先生这几日说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了，大家伙说是不是啊？好，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捧场。先生说的讲特别好，真是就是爱吊人胃。话说定北侯在边城，戍守边疆数日。就是这位说书先生，说咱们将军守卫边城的故事说的可好了，一件一件的事儿都跟他亲身经历一样。这京城里好多人都来听，都传开了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京城说书的，能知道咱们打仗的事儿？真的。话说这定北侯在边城戍守边疆数月，这城池固若金汤，敌军狗急跳墙，围攻边城。定北侯巧施妙计，以黑豆诱食敌军马匹，再取大捷。各位看官，为何小小黑豆竟能立下奇功？且听老夫慢慢分解。谢谢谢谢啊，感谢感谢。各位看官啊，书节到此，咱们明日再说啊。诸位军爷有礼了。先生，您怎么会对我们边关打仗的事情了解得这么清楚？小老儿结识了一位亲历战场的公子，他说的那都是真实的事情。军爷，您要不信，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看来这位公子一定是我们军中同胞啊，这我得去看看。那先生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？哎呦，那可太巧了，他呀就住前面的客栈。到了客栈啊，一问店小二便知。多谢。杜公子，有人找您。我去开门。大人，评委，杜宾。我可算找到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特意让说书人说出我们营中的遭遇，好让我过来找你。你这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那也是没办法了吗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府里说。回府。走了，小胖。好嘞，杜宾，请。坐吧。少夫将请用茶，公子请用茶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你这个当了驸马爷的人，是和以往不一样了，风度做派都大不相同呢。哪有啊，嫂子你就别取笑我了。我可能是在京城待久了吧，总不能一直像之前在军营那么肆意散漫，对吧？哎，嫂子，这还不都是因为你？之前我跟舅舅舅妈串通一气，帮我大哥解了围，结果给我自己弄成了这副模样。怎的？你还不乐意了？倒也不是不乐意，就是你说我杀平威，何德何能，能摊上娶公主这种好事儿啊？你呀，这个驸马爷那叫憨人有憨福。这赐婚圣旨还没下来呢，什么时候当上驸马爷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何时来的京城？为何又是这身打扮？这件事可说来话长了。这前不久啊，你大哥他突然……公主驾到！评委，待会儿见了公主就说我是依图，别说我的身份。哦，行。公主，
这位是杜宾，我当时在兵营的军医小兄弟。军医杜宾见过公主，免礼免礼。啊，评委，你有这么俊俏的小兄弟，我怎么才知道啊？早知道我就不找你了。你说什么？逗你玩儿，别介意啊，快请坐。我这个人啊，喜欢开玩笑。哦，对了，你此次来京城，为何是这身书生的打扮呀？哦，边城战事结束之后，我便回乡探亲，于是换了这身打扮。那除了探亲，你还做什么呀？此次来京，说是办公务，其实更是办我的私事。私事儿啊？私事儿有趣吗？这件事说来话长了。之前袁部区袁大将军在打仗的时候，曾经中了一支毒箭，当时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幸亏我的师傅传授了我一招解毒的秘方，这才让他渡过难关。但是他伤还没好，又不听劝阻，重新上阵杀敌，这才给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呢。什么祸根？100日之后必定复发。真的吗，评委？对，我大哥平时生性比较鲁莽，所以给自己留下了祸根。而且公主，这个病一旦复发，就算华佗在世，那也无法挽救。我在家乡的时候，突然想到这件事，于是便来到京城，到处寻找将军。只要将军能在100日之内服下我的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我算了算时间，我必须今日就见到他。若是将军真的在京城，找到他也不难。这样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叫个人打探好将军到底在何处，回来立刻告诉你。多谢公主。客气。小傻瓜，我走啦。谁是小傻瓜？你。走啦。走。快到了，在这儿。杜宾，你们先在这等我，我先自己一个人进去看看。大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品威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来京城，为什么瞒着我？我这不是病了吗？那你都病成这样了，怎么不找个大夫好好瞧瞧？这有病不看可不行啊！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歇2天就好了。哎，我特地给你找了一个名医。不用我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你可是未来驸马爷，来，快请坐。哎，大哥，你坐，你先坐。你不要再这么叫我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知道我这次给你请的是什么名医吗？什么名医？他是轰动整个京城的扬州名医。扬州名医。扬州还真是人杰地灵啊。你知道他有多神吗？一根线搭在病人的手腕上，不用面见病人，就能直接推断病情。看看，怎么样？哦，公子，你好聪慧啊！嫂子，我跟大哥都说好了，你只要一直站在这就行，咱们就这样。大人请，你请。大哥，这就是神医的学徒
小的郭海，拜见将军大人。免了，免了。好了好了，赶紧给大哥看病吧。将军大人，您坐着呢，千万别乱动。先生有什么话，我替您传达。好。特别准。将军，我家先生说了，您这病起自南方，犯病于扬州。先生还说了，您这次害的是相思病。行了，你别在这儿来回传话了，赶紧去先生那儿把药方拿来吧。大哥，就凭这一条红线号脉就能给你说的这么准，这个先生是不是特别神？将军，去吧去吧。月已明，花已放，事悠悠，人和和。子任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我伴飘零，许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亦不负情。行，山高水远情不离，良辰美景透出深情相依。夜雨柔柔人有意，一愿作对须惋惜。郎情且意，此情不移。郎情且意，此情冰燕啊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一个重孙子呀？啊！奶奶，快了，快了！好，好。这个可使招，奶奶，放心吧。奶奶，我不是那种心软的人。他柯世昭在咱们齐府做了那么多恶事，是时候让他自食其果了。奶奶，我们的计划一定会成功的。好。
多金银财宝，你要去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要去做重要的事了。这一次，你怎么舍得不用那个王胡子呀？最近这家伙晦气，这么多件事，没有一件是我信的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一头蠢驴，你就是不信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他了。我此次叫你来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来，你是要告诉我老太君的事？正是。快说，那个老太婆的金银财宝藏在什么地方了？她的金银财宝就藏在她的卧室里。不会的，那房间能藏金银财宝？我每天都打扫，每个角落有什么我都知道。她的卧室里一定还有另外一个房间。你意思是，老太君屋里另有密室？我伺候了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曾经多次送大笔的商行货款去她的卧室，你曾有见过她把银子往外拿？没有哎。那你打扫房间，可又曾看到过银子？什么值钱的都没有。这就是老太君的厉害之处，她的卧室当中一定有一间密室。可是，这间密室的门究竟在哪里呢？小角，在此事上，你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看到任何蛛丝马迹，要立刻告诉我。好。你妥善行事，我去就回。想要这银子，就把我说的事干净利落的做好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把他们都给我杀了。没问题，少爷放心。事成之后，这赏金多加一成。好。柯少爷，小小，如何了？没关系，反正要弄清此事，也不是1-2天就可以的。对了，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盯紧老太君，记没记住？这一次，就让我们自己来制造机会。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是本月14家商行的利简，请您老过目。好，就放这儿吧。世昭啊，辛苦你了，去休息吧。好，外祖母，那世昭就先行告退了。
伺候他那么久，我竟然不知道那神龛上面有机关。我和你说过呀，这正是老太婆的厉害之处。啊，对了，那个神龛是怎么移过去的？机关又在何处？你可看到了？我正看着呢，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子，发出声音，吓我一大跳。再抬头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婆就不见了。小景，我们俩将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全部都在你手中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知道的。小巧，神龛昨天不是擦过了吗？怎么又擦？啊，回老太君，昨天是用湿抹布擦的，干了之后有水印，今天用干抹布再擦一遍。哦。哎呦，哎，我的头簪是不是少一个呀？赶紧给我找，你这个小糊涂虫！是。老太君，您的金簪好像在这儿。哦，是吗？让开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。天磊，这柯世昭的罪行都一清二楚的了，直接把他送官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奶奶还要演上这么一出啊？不是不报官，是因为时候未到，得逼到狗急跳墙之时，再抓他现行。那狗怎么样才会急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不相信我？啊，你还说我？你说你啊？你就是嘴太快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。行，那我就告诉鸟语花开。好啊，你这个坏蛋！我让你告诉我，今天占我便宜。我说，你先放下。我说的不行。你这个人，好耍赖！你站住！言归落汤心，一叹不知